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未播先火，预约量爆棚，能复制莲花楼神话吗？武侠迷们注意了，莲花楼原班人马杀了个回马枪，导演任海涛，编剧刘芳，武术指导林峰，长津湖动作设计再度合体。新作《赴山海》预告片24小时播放量直接干破1亿，热搜前10占了仨，全网都在疯转诚意那段一人分饰3角的逆天操作。可预告片再炸裂，疑问也铺天盖地。去年爆款莲花楼的成功还能复制吗？诚意仨角色切换会不会搞成精分现场？更刺激的是，这部剧居然玩社畜穿书当大侠，现代人用 KPI 管江湖，拿外卖梗对武林规矩，这把武侠加系统文的梭哈，到底要封神还是崩盘？莲花楼封神才过1年，谁给赴山海的勇气硬刚南平江湖？咱得先看看老本有多厚。莲花楼去年火成啥样？开播豆瓣冲上8.5分，播放量破100亿，李莲花碎剑跳崖的名场面虐的观众集体心梗，诚意更凭此剧稳坐古装剧顶流。可如今市场早变天了，庆余年2刚收割完150亿播放，肖战藏海传开播即爆，待播清单里还排着凡人修仙传、英雄志等10多部男频大剧。武侠题材更是扎堆厮杀水龙吟，罗云熙白发造型出圈，雨霖铃打戏路透刷屏，观众选择多到眼花。而赴山海想突围，最大的筹码还是诚意，一人要演颓废社畜萧明明，热血少侠萧秋水，阴质反派李晨舟，仨角色预告片里切换不到10秒，粉丝直呼演技炸穿屏幕。可质疑声也没停，古装扮永久能扛住3副面孔，万一演成精分现场咋办？创新确实够狠，把穿书爽文拍成武侠剧，全网独一份。预告片开头就高能，诚意演的社畜萧明明被老板骂到自闭，结果穿进武侠小说成了萧秋水。别人闯江湖靠武功，他靠骚操作，队友摆烂，直接上 KPI 考核逼人练剑。大佬讲规矩，一句您这流程比外卖超时还慢，对的对面脸红脖子粗。这设定简直在武侠老粉雷区蹦迪。去年同样玩穿越的大凤打更人就翻了大车，王鹤棣演的特警穿到古代查案，破案靠手机搜证，打 BOSS 用防狼喷雾，被骂魔改毁原著。可赴山海编剧刘芳放话了，我们要让年轻观众笑着看懂江湖。参考爆款网文史上第一混乱，把现代梗揉进武侠确实能造梗出圈，但翻车风险也摆在明面，武侠迷要的是快意恩仇，不是职场段子啊。更刺激的是诚意的3角修罗场，这次他彻底撕了美强惨标签，演社畜时驼背缩肩，黑眼圈深重，被老板 PUA 的样子让打工人秒共情。切到萧秋水立马气场全开，竹林舞剑行云流水，转身变李晨舟又成了疯批反派，黑衣战损造型配阴冷眼神，连笑都带着血腥味。3段表演无缝切换，粉丝已经剪出3面诚意对比视频狂转100万。可业内人偷偷泼冷水，预告片靠剪辑唬人，正片里频繁换人格容易剧情稀碎。想想镇魂白羽分饰3角后期节奏崩盘的潜力，就知道多考验导演功力了。配角倒是稳如泰山，娜扎的敦煌风造型美上热搜，张智霖演的反派头子光坐那儿就压场子，可戏眼终究在诚意身上，他演砸了，整部剧直接垮塌。男频剧今年井喷式机会也是深渊。猫眼数据显示，备案的男频 IP 改编剧同比增长70%，庆余年2证明了男频的超能力。但男频观众和诚意基本盘压根不是一拨人。雪中悍刀行男性观众占比58%，
而程毅的粉丝超70%是女性。想让男观众买账，就得靠硬核武侠和权谋戏预告里金融战、撬动江湖势力、盐运码头血拼的设定导够刺激。可万一编剧陈迷霄明明现代嘴炮耽误主线，男观众分分钟弃剧。反观爆款男频剧套路赘婿，用商战包裹喜剧《庆余年》，拿权谋谍 buff， 核心逻辑都是让男人爽到。富山海想通吃男女观众，男如走钢丝。目前看富山海像在玩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局。预告片破亿的热度是底气，程毅的演技是筹码，创新设定是投子。赢了，武侠剧打开新宇宙；输了，就是第2部大凤打更人。导演任海涛采访时直言：“我们想给90后讲个新江湖故事。”这话听着热血，可江湖从来残酷底就要开播了，是骡子是马。继《莲花楼》大爆剧后，程毅最新古装武侠剧定档，剧荒人有福了。继《莲花楼》以豆瓣8.5分成为年度现象级武侠剧后，程毅携新作《富山海》强势回归。这部定档于的武侠大剧，在腾讯视频、爱奇艺双平台未播先火，仅凭预告片已斩获250万预约量，登顶暑期档期待榜首。该剧将现代青年精神困境与古典武侠情怀巧妙融合，以穿书加系统的创新叙事打开武侠新维度，而主演程毅更以3重人格的角色演绎，为观众献上堪称教科书级的表演盛宴。作为程毅继《莲花楼》后再度挑战的武侠力作，《富山海》在制作层面延续了前作的高标准。曾执导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沉香如屑的导演任海涛，此次与林峰联手打造武侠新世界。87版《倩女幽魂》造型师陈顾芳与白玉兰奖编剧刘芳的加盟，确保了从视觉美学到叙事深度的全面升级。剧组为还原温瑞安笔下的江湖，在横店影视城进行135天封闭拍摄，仅程毅的服装造型就达28套，既有粗布麻衣的市井烟火，又有织金云纹的江湖侠气。剧中3重人格的设定堪称最大亮点。程毅既要演绎被房贷压垮的现代社畜肖明明，又要诠释热血少年萧秋水成长为抗金意识的蜕变，更要驾驭权力帮主李沉舟的霸气阴质。拍摄期间，他曾在受伤情况下连续17小时完成3个角色的场景切换，被剧组戏称精分是演技天花板。尤其萧秋水与岳飞联手抗金的情节，剧组特邀宋史专家考证兵器甲胄，真实还原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壮阔史诗。相较于传统武侠剧，《富山海》大胆注入现代思维。当萧明明带着系统任务闯荡江湖，用手机备忘录记录武林秘籍，用职场思维破解门派纷争，这种时空错位的喜感与深意，恰好隐喻着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。剧中人心因意而聚的核心信念，通过程毅层次分明的表演，让观众既看到萧秋水保家卫国的侠骨，又感受到萧明明坚守初心的柔肠，完成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跨时空对话。该剧打戏同样令人惊艳，程毅提前3个月进行武术特训，将太极云手的柔劲与少林棍法的刚猛融入角色。萧秋水初入江湖时的笨拙招式，与后期施展忘情天书时的行云流水形成鲜明对比。动作导演李炳南采用一镜到底拍摄权力帮大战，长达6分钟的打斗场面毫无剪辑痕迹，被武术指导誉为10年难遇的完美镜头。而古力娜扎饰演的萧雪瑜打破花瓶质疑，其独创的流云剑法刚柔并济，与程毅的忘情剑形成日月同辉的武学意境。在武侠剧示威的当下，《富山海》以250万预约量证明市场潜力。它不仅保留金庸式家国情怀，更创新融入古龙式悬疑轨迹。当萧秋水追查神州奇侠灭门真相时，层层反转的权谋较量堪比朝堂博弈。
而李晨周拳头及真理的爆裂美学，与萧秋水仁义立身的侠盗精神形成哲学对冲，这种人物弧光的强烈碰撞，让该剧超越普通爽剧格局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剧集杀青当日，原著作者温瑞安亲笔题写《山海不移情意长》，这份跨越40年的文学传承，让老书迷热泪盈眶。从琉璃中破碎感十足的司凤，到莲花楼看破红尘的李香怡，诚意此次3种人格的突破演绎，或将奠定其武侠剧新生代扛旗者的地位。当镜头扫过他布满老茧的双手特写，那是3个月剑术特训的勋章。当他顶着40度高温完成雪山决战戏份，戏服里导出的汗水浸湿整个道具箱，这些幕后故事，恰是新生代演员工匠精神的真实写照。